对，这就是我的史诗级 Other Deed。我社群里的粉丝都知道啊，我上周买了这块地啊，花了我30个以太坊，差不多4万刀。所以啊，别再怀疑我做视频的动机，好吧？你们要是被割了，那我只会比你们更惨。那虽然 Otherside 是市值9个亿、排名前3的绝对头部项目啊，但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Otherside 是什么，以及 Other Deed 应该怎么买。毕竟截至6月18日，地板价已经达到了3.02个以太坊，很多小散户玩家可能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我在他们官方社群里泡了好几周了，也经常活跃在 Otherside 公会群里啊，而且我自己也斥巨资买了地，还是很有发言权的。那他们在7月16日即将进行 First Trip， 以我的理解就是开启阿尔法内测，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Otherside， 想入局顶流元宇宙项目，看我这条视频就够了。那么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大家好，我是 GameFi 分析师 Shamus， 欢迎来到 GameFi Whistle。本频道不构成投资建议，币圈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本期视频将分这几个部分展开：什么是 Otherside？Other Deed 的稀有度属性、价格区间和购买策略，以及 OpenSea 的购买技巧。我将把各部分时间点放在评论区，如果你对其中一部分已经了解，可以直接跳转到感兴趣的部分播放。什么是 Otherside？Otherside 是 Yuga Labs 推出的第一款元宇宙 GameFi 项目。Yuga Labs 相信大家对它都不陌生，就是创立了 BAYC 和 MAYC， 并收购了 CryptoPunks 和 Meebits 的史上最赚钱的 NFT 项目方。去年净收入 1.27亿美元，旗下项目占据了 NFT 总市场约30%的份额。所以 Otherside 自今年4月30日首次 mint 就带着闪耀的光环。Otherside 和 The Sandbox 有相似之处啊，区别在于 Otherside 的土地被称为 Other Deed， 意思是通往 Otherside 的契约，总量20万个，前10万个已经售罄，另外一半据小道消息称将于8月发售，也有可能会直接空投给目前 Other Deed 的持有者。那相比于其他项目动辄1-2年的开发进度啊 ，Other Deed NFT 发售12天之后，官方 Twitter 就与英国元宇宙技术公司 Improbable 合作，放出了游戏测试视频。可见啊 ，Yuga Labs 在元宇宙方面已经提前布局很久了。那么在测试视频中啊，玩家作为一只猿猴穿越于 Otherside， 最终到达了世界中央的 Bored Ape Yacht Club， 这也暗示了所有土地应该会按照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另外，根据项目宣传片揭示的 ，Otherside 还将和 Cool Cats、World of Women、Cryptos 等知名 NFT IP 联名。但鉴于目前官方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啊，我们无法得知游戏的具体玩法以及赚钱方式。在7月16日 First Trip 之后，我会在 Telegram 分享游戏体验。Other Deed 的稀有度属性。Other Deed 拥有 NFT 史上最复杂的稀有度属性，土地基础属性有5种，包括 Coda、神器、资源、环境以及沉积物。其中 Coda 细分属性包括核心、服装、武器、头部、眼睛以及 Mega Coda。神器拥有74种类别，沉积物拥有5种类别，其中生物沼泽距离地图中心最近。环境有29种，而且每种环境又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土地看起来越丰富。资源有东南西北4个方向，每个位置的资源又分74种类别，且每个资源也拥有3个等级，等级越高，资源看起来越大。在这所有的属性里边，每块土地都必然拥有的属性是沉积物和环境，而其他属性则是看运气了。这就造就了 Other Deed 丰富繁杂的市场定价、价格区间以及购买策略。那截至6月28日啊，核心稀有度土地的地板价如下：裸地3个 ETH， 神器3.75， Coda 19.96， 生物沼泽沉积物8， 5级环境3。从这也可以看出啊，市场对 Coda 的期望值是最高的，而目前社群对于环境的共识是，它能够随着游戏进程而升级，所以5级环境并不是那么值钱。那么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预算购买土地呢？首先啊，我们要根据市场定价划分出核心属性的重要性，如图。以我买的地为例啊，为什么我会愿意花30个以太坊？首先，它有一只 Coda， 价值20个以太坊。另外，它是最顶级的生物沼泽沉积物，距离核心区域最近。另外啊，它的4个方向都有资源，
而且有2个是2级资源。虽然各方面都不是顶级啊，但是同时拥有这些属性是非常稀有的。在 OpenSea 上筛选就可以看到，跟我同品质的地不超过200个。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5个以太坊以内，请尽可能购买有多个资源的土地。5到10个以太坊优先考虑沉积物加资源，或者次一级的沉积物加神器加尽可能多的资源。那预算在10到15，可以优先考虑生物沼泽沉积物，并尽可能买到带神器和较多资源的土地。那如果是20个以太坊左右，一定要购买有 Coda 的土地，并争取拿到神器和较多资源。那要尽量避免扫一堆地板价的裸地块啊，因为升值空间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OpenSea 的购买技巧。所以，当你选好一块地之后，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你应该筛选出类似的地块，将筛选条件设置为 recently sold， 查看近期此类土地的真实成交价，比对确定心理价位后，也不要直接购买，可以尝试竞价，适当的再压低一下成本。在出价的时候，要记得选择限时1天。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可以让卖方有紧迫感，害怕过了你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二是我们一般会同时对几块地进行出价，那么手动取消出价是需要支付 gas fee 的。但是如果出价1天没有成交，那么这个 offer 会自动的取消，也就不用支付 gas fee， 省下了一笔成本。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关于 OpenSea 的操作我就不做过多赘述。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人多的话我会出一期小白教程。那么总而言之啊 ，Otherside 在我眼里是真正的熊市之光啊！背靠 Yuga Labs 解决了 GameFi 最大的2个痛点：没人和没钱。所以这个项目的容错率和前景啊，一定是大大高于其他项目的。而且它7天的流动性也达到了惊人的2.07%。要知道，它可是有着10万个 items， 地板价达到3个以太的奢侈品啊。The Sandbox 的地板价是它的1半，但是流动性也只能勉强达到0.11%，相差有20倍。当然，有人提到最近 Yuga Labs 被爆出宣扬纳粹，会不会影响项目的未来啊？我个人呢对此是毫不担心的，因为首先创始人和官推都已经辟谣了，仿盘 RRBYC 也已经被下架，猴子币连涨6天 ，Otherdeed 的7天交易额更是环比增长了87%。所以啊，张三李四说了不算，咱们让市场来说话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请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并点开小铃铛，也欢迎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组做深度交流。我是 GameFi 研究员 Simmons， 这里是 GameFi Whistle， 那我们下期见。